他就说限制我的直播功能1个月，所以我现在满了1个月，我才可以在脸书上直播。就是你之前自己的频道也不能在脸书上直播？对，不行，所以已经有1个月在脸书上都没有直播了。好 ，OK，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叔晚上好，中文来了，一点都不齐。对，没关系，不歧视我们的特色哦。好，今天灿叔要跟茶叔跟各位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心理学跟学习中文有什么关系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对，或者呢，心理学可不可以帮助你学习中文哦？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心理学有点难，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探讨这个问题哦，让各位同学知道，如果你能了解你的心理的话，可能对你学习中文是很有帮助的哦。对，好，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需要了解一些心理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会把真正的最底层的一些原因告诉你。你假如有些时候我们会学习中文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是这个直觉有时候是不准确的，我们真的就需要真正了解真正的知识啊，这些知识能带给你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对，灿叔，你的麦克风是不是要直对着，好像声音比较亮的感觉，是吧？这样呢？对，你这样就 OK 多了。那我就对着麦克风吧，我就不动了。对，可能到时候我们等一下直播完再看一下，可能模式的问题吧。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说啊。好，对，因为我现在是调第3个模式，就是星形的，有一个星星屁股那个符号的。对啊，我也是那个，这是最早时候调了就没换过，就没换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关系，稍微近一点就可以了哦。今天网络不喜欢我，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好，这位同学非常喜欢我们的频道啊。林子注意到了灿叔剪头发了哦，哇，是的，林子观察力真是细微哦。之前头发那么长也不算特别细。好 ，OK， 我们也欢迎佳佳，还有 Mr. Real 同学欢迎，还有我们的慧君啊。好，那这个第一点呢，我们请灿叔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啊。好的，学习语言的心理学基础啊，就是认知负荷啊，或者叫负荷，台湾叫负荷还是负荷？负荷哈，我们说负荷，好像都可以了啊。对。好，那认知负荷是什么意思呢？心理学上的认知负荷，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脑子啊，就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假如往里头塞太多东西，就是一下子学太多东西的话，你就会有负荷，就会过载。所以认知负荷就是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太过着急，一下子给自己塞太多东西。其实我们脑子就是这个脑容量是有限的，就是你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空间内能学习的东西是有限的。你假如一直往里塞的话，其实学习效率会非常非常的低的。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多朋友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我学好多东西，以为自己学了好多东西就一定能学会，一定这些知识就能掌握，其实反倒这样效率很低。没错，而且我们倾向对学习同一种东西会有厌倦感，如果学习太多次的时候，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认知负荷，就是你的大脑一直灌输相同的东西，那你的学习能力就会下降，因为会感到厌烦。所以大家在学习中一定要知道认知负荷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就不要强迫自己一直吸收，因为那个学习效率会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大家学习心理学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负荷在哪里，然后如果超出负荷了，你应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学习不管是学习语言还是学别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我们需要让自己有时间去放空。就是你假如一直往里塞东西，没有时间放空，你是没有时间去消化它的。这个放空啊，就是你脑子甚至不想东西，但是呢，你的潜意识其实一直在运作，你脑子其实在动的。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我之前有些卡住的不是很理解的地方，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就像两个点突然就连上了，这个是很神奇的。我们的脑子是很神奇的，所以一定需要放空，需要休息，给自己一些空白的时间啊，什么也不做。没错，甚至我觉得，当我们达到了认知负荷之后，你可以去冥想，你可以去做瑜伽，你可以打坐，你甚至可以发个呆。我觉得这都可以让认知负荷的这个负担减少一点，减缓一些啊。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巩固。心理学上的记忆巩固跟学习中文有什么关系呢？参数？其实记忆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短期记忆，一种叫长期记忆。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大部分一开始都是短期记忆，你学了嘛，它在你的这个皮层停留，但是你要真正把这个知识掌握了，需要让它们就是变为你的长期记忆才行。长期记忆你才能说这个中文的这个知识是为你所用的，你才可能说，哎，我终于能说中文了，因为你脑子里有这些长期记忆的中文的知识。但很多人就是不断的去这个塞，所以所有东西都是短期，他没有形成一些长期的记忆，所以他我说不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脑子里的长期记忆下来的东西太少了。对，这个我非常同意哦。很多同学希望每一次上课都学到新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做好复习的工作，所以每一次学的新东西没有复习，隔天又忘了，又学了新东西，隔天又忘了，所以他其实在反反复复的淡忘、遗忘中在学习，效率非常的差。所以我个人建议，记忆巩固应该是你跟老师上课之后，或者你读完一本小说之后，你可以在当天的晚上睡觉前，你就去复习，再看一遍，简单的看一遍，或思考一下老师刚刚教过什么。我觉得当天学，当天复习，你至少可以保留80%的记忆。然后过了2天再来把它复习一遍，你还可以继续的保留。只要你多复习几遍，你的短期记忆就会变成长期的了，它就永远记得了。就像你永远知道这个老师叫中文叫老师，你会永远记得，因为你每天都用，你永远不会忘记，它变成你的长期记忆了啊。对，其实那天我突然看到孔子的一句话，这种豁然开朗，就是顿悟的感觉，就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种学习的道理，孔子在几千年前就说过，他说学而时习之。我们都知道学习这2个字，对不对？学习其实它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学，就是大家学中文的学，但这个习其实更重要，就是复习。对，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复习这些东西，才能真正为你所用，它就是变成一个长期记忆的这么一个效果。对，我们中文也说习得嘛，你要复习才能真正的得到，你要复习才能真正的得到啊。然后 Lucas 说，终于我的发呆能力有用途了啊。对，有时候如果超过了那个你的记忆负荷，发个呆其实是很有效的啊。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些放空的时间，就是有些东西想不通，然后就去散个步呀，突然之间，他散个步的时候，他并没有在想东西，可能脑子一片空白，突然之间很多东西都开始连起来了。就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史蒂芬金啊，就是我很恐怖小说大师，对吧？对，他说他写了一篇小说，写到最后了，突然之间写不下去了，他就卡在那块儿。可能1个多月一直没有，就是没有顺畅的往下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该怎么结尾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每天去走路，走着，突然之间，我可以这样，他就把里面的很多主角直接给杀死了，然后他这个故事就通顺了啊，就是这样。对，有时候就是我们发呆一下会灵光一现。突然就有灵感，有时候像作家也是，你要他一直写作是不可能的，他有时候散个步，然后可能跟猫猫狗狗玩一下，突然灵光一现，找到了新的灵感，哇，一个巨作就出现了，对不对？好 Tracy 觉得睡觉前汉语是最棒的，因为你才刚学完嘛。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2部分啊，来参数我们先念第2个。学习语言的心理障碍。学习语言有心理障碍吗？对，焦虑。
自我怀疑怎么回事？我觉得学习语言的人其实不只是学习中文了，肯定都会自我怀疑。一开始的时候信心满满，而且比如说任何语言呢，入门都是很简单的，但是一旦达到中级了之后，你会发现往前走很难。很难。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每天学那么多，好像进步还是这么小，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慢慢就会陷入自我怀疑，怀疑多了你就有焦虑了，就是这样。对。而且我们学习语言学习到中高级之后，常常会有一个停滞期，就是你觉得你再怎么学都不会进步了，进步也是一点点而已，所以你会产生很大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学习的曲线有一个高原期，它好像高原一样就停了，起伏非常的小，所以这会让你自我怀疑，是不是你已经对这门语言已经没有天赋了，或者没有积极的兴趣了，所以你会产生很大的自我怀疑。而且很多人学到这一步他就放弃了，因为实在觉得我也没法前进了。对，很多。所以这个心理障碍我觉得的确学习语言一定会有，学习各个技能都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心理学有告诉我们可以用成就感来克服这样的心理障碍。对。灿叔怎么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学习中文一定要有成就感了，因为学习中文本来就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你假如就是蒙着头这样不断的学，你没有一种成就感的话，你就没有一种自我的驱动力。因为你发现其实很多学校里的孩子们其实学习都没有自我驱动力，他们就是老师让他学什么他学什么。这样的话他其实比如说上课我会去做会去老师上课我认真的听，下课作业也做，但他没有自我驱动力，他不会去想着怎么把它做好来。然后其实要是有自我驱动力的孩子，他在别的时间会想着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好来，然后他就慢慢的他就有成就感，发现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很好，这个东西甚至我比别人做得更出色。然后呢这个自我成就感它是有一个反馈的，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的。我觉得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成就感，就是做到一定程度你发现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很好，我甚至比别人做的都更很好，这样才行。这个我就想到两个实例就是第一个我常常听到学生身为父母的学生们，他们常常告诉我他们的小孩学汉字没兴趣，然后在学校学习汉语呢也完全没有兴趣，老师教什么都没有兴趣听，所以很多同学的小孩子小时候是最讨厌学汉语的，很多同学都跟我抱怨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在学校都是传统教学，所以小孩学习都没有成就感，更没有自我驱动力。茶叔你说起这个我就记得之前咱们采访过有好几个嘉宾，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在小时候父母逼他们学他不想学，没有兴趣，长大以后自己找到了一个兴趣点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有自我驱动力，就学得很好。对，长大之后可能第一个就是他找到爱好兴趣，他觉得学习语言是他的兴趣了。第二个就是他觉得文化的根对他来讲是一个寻找自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所以他开始想要通过这个语言来了解自己文化的根，所以长大之后你就有一个自我驱动力，这就是相对是一种成就感，然后驱使自己去学习一门语言。好，那我刚还有讲第二个实例，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的成绩很差，数学啦历史地理都不太好，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下课之后跑到图书馆去看一些故事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故事书，图书馆里所有的故事书都被我读完了，我特别爱读故事书，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我成绩很差，但是我从读故事书中培养了我中文的语感，我可以说我现在中文语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写故事了我只是没有像灿叔写的那么好而已，但是我觉得我对写作或阅读也很有兴趣，这个是小时候我喜欢看故事所带来的影响，这也是一个自我驱动力，可能成绩不好，但是我很喜欢听故事。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小孩喜欢怎么样的事情，让他沉浸在那样的事情中，他会对学中文更有感受更有感觉好，那灿叔我们先念一下 Lucas 的到目前
我一直犯这个错误。嗯，想就是增加自己的词汇量不是很耐心啊，嗯，最后都发现都需要再练习，不对然就用不着啊。可对，能就是学了有一些太多词汇，但是平常没有用啊，发久了现也又忘了，用不着，对，也忘了。久了就忘对对记了。所以为什对么我们之前常常访问嘉宾，他们都很推荐 comprehensible input，因为它就是强调不断重复的输入这个东西，让你不会对，去忘记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部分。好，来参数先念一下这里啊。有效的语言学习策略，沉好，浸式学习啊。对，我们当然也要给各位同学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方法啦。不过灿叔，我觉得沉浸式学习我们已经提过蛮多次的了。对，我觉得沉浸式学习不一定要拿着课本死读书，然后一定要把单词记起来，非这样做不可。我觉得那就未必沉浸式，是沉浸式学习，我是觉得。对。那我觉得其实沉浸式学习也有很多做法啦，就是的，是除了读书之外，有听人是歌呀、看电影啊、看看电视电视剧，剧啦，甚至都有人喜欢，是沉浸式。甚至有人喜欢逛网站去有啊，买东有些人西。把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都变成中文，也有。对，对，你像我的手机就全部变英文，全对呀、英文。然后呢，我觉得有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玩，他很喜欢逛网站，然后他把他嗯那个语言全部改成英文，他就是这样嗯，学。对哦，对，所以我觉得沉浸式学习有很多种方法，只要你能够沉浸在那样的学习中、爱好中，我觉得都算是沉浸式学习，而且你是很享受的。对，我哦，其实这点可以回到语言的本质，语言其实对本质就是用来用的，它是对用工具，就是用来用的。对，你把嗯哼，中文当做一个工具，你去用去，不管像茶叔说，哎，看网站呀、用手机呀、看电视啊对，等等，你都是在嗯哼，用这个语言。这个没错，时候其实你就是沉浸式的，然后你嗯，就能真正的把这个语言用起来，没错，没错，学习的也没错。会特别特别快。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这个，哎，这什么东西啊？突然，其实我们刚刚说很多这种沉浸式的学习有很多方法，那我们大叔呢免不了的要来广告一下。嗯，哎，各位同学，我们最近都在推广这个大叔小店，对不对啊？对，那各位同学可能觉得我们之前只有书，还和马有马克克杯，杯，可能对，觉得而且这个马克杯大家发现没有，是新上线的哦，是我们对，3个人的这个，有没有很喜欢？不贵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这个大叔小店的这个网址是大叔 Mandarin.com， ，mandarin.com，对，大很好家记啊。很好记，大家可以直接去找。那灿叔，我们是不是这2天我们又增加了一些不同的对产品？对对，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有人不喜欢马克杯，有人不喜欢买书，可能又有嗯，别的产品可以让学生选，对不对？是的，是的，嗯，就是我们增加一些就是大叔严选的产品，就是我们大叔精心挑选了一些产品啊，对然后把它分为4大类啊。对，我们看这好，上面有一嗯，个叫 study，就是学习相关的啊，对，我点进去看一下好了哦。看一下啊。好哇，有没有很吸引人？对，我们来好，看一下啊。对，就是有那个小这个台灯吧？就是看书的时候加在书上用的这个灯对啊。比如说你这对，样，发现室内这个光线不是特别亮，看那这个时候因为个爱光线不是说话，特别亮的话，可能有点对，累。这个有个夹一下。加在上面那个灯啊，其实会比较舒服。这个灯是挺柔和的一个灯啊。你可以买灿叔的小说哦，然后再加一个这个，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很可爱的笔了哦，还有这上面还我觉得有字儿呢。还有很多中文字哦，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书签不错，就很有中对，国味，很有中国的风格哦。然后这也是书签，这也是加在书上的灯，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你可以这卡片啊，你上面可以自己写字，鼓励自己。学习的时候啊，我觉得有点困难，你上面可以写些字啊，然后我一定让这个小土做得到，豆，这个土我一定豆是针织的那种，鼓励自己啊。对。我一定能成功可以写一对张鼓励自己的小纸，然后让这个对，土豆帮你捏着。每好，每天都写个不一样的。对，可以可以啊，蛮有意思的。然后刚刚是 study 的类别哦，我们还有 play 的类别，我们看一下好了，对，简单看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类别呢？其实茶叔可以往上拉一下，啊，就是我写了一些字，
就底下课，就算我们都已经长大，其实我们的内心依然都住着一个小孩儿。虽然就是我们已经学会像大人一样思考，一样为人处事，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依然住着一个小孩儿。所以呢，何妨听听你的内心那个孩子究竟是怎么说、怎么想的，也何妨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玩、去疯、去感受这人间的美好啊！所以大叔严选的这底下这些东西，都是为永远长不大的你准备的啊！对，我们都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对，这个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看好了，我们不要每个都介绍，不然的话学生就觉得不好玩了你看这些东西你们可能会好奇，你们就等一下自己直播完自己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很好奇有哪些东西好 ，home 可能是居家用品，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对，就家里一些小装饰啊。我觉得这个字我觉得很棒参叔写的真的文笔很好，我们简单念一下好了。家是我们的港湾，是你我在这人世间航行感到疲惫时都可以安心停靠的地方啊！这中文是有点难的。对，家是温暖的、温馨的，就像是温柔的手臂将你我轻轻搂抱这样的地方，你需要时不时给它添加一些独特的、别致的又有趣的东西，这样家便不再只是一个住所，而是渐渐有了灵气，变成了你心灵的归宿啊！大叔严选家庭物品，能让你的家变得独特、别致又有趣。哇，我觉得各位同学，你光读这个介绍搭配这个英文，你可以学很多中文词汇写的特别好参数写的很棒。好，那这个我觉得你像我这样看我乍看之下，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这个我们点一下好了对，这个是什么？这个说到这个，其实我家里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好了。这是什么沙？它可以这样漏。OK，它就有时候我们刚刚说就是学习记忆的负荷太大，你就可以看着这个发呆。而且这个特别治愈，真的，你就看着它发呆，什么都不要想，然后你看它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底下会形成新的这个沙丘，然后它也很有层次感对，这个我当时买给我老婆，老婆特别喜欢，因为我老婆喜欢发呆，喜欢安静，就是比较适合喜欢安静独处的人。你可以看着可能看半个小时都不会觉得腻。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有养一只猫或养一只狗，我就跟我的宠物在旁这边一直看着这个沙漏下来，那个宠物也乖乖的一直看这个沙漏下来。对，我觉得蛮好的这个很有质感的东西好，然后还有你看可爱，像我就会想买这个求包养迷你猫求抱走，好可爱这个可能喜欢宠物的人会特别喜欢这种小物，对，这种小是的，好可爱，这个我想买。好，还有还有蜡烛，对不对？时钟这个我家有，这个我家也有，这我家有，我家是猫的，这有熊猫的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我家都有买。好，那其他就让各位同学自己去探索一下对，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类别。宠物的好，宠物大家如果有养猫猫狗狗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好，来我把这句话简单念一下来在人类文明刚刚开端的时候，猫和狗就已经开始陪伴我们人类，一同经历风风雨雨，矢志不渝当然就算有了他们的陪伴，我们仍旧难免感到孤独、落寞、疲倦、哀伤，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伴，这一切似乎都更容易忍受了，也更容易过去了。他们的陪伴带给了我们绵长而温柔的力量，也让我们更有勇气、更有能量去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那么也为了你生命的伙伴挑选一些大叔严选的伙伴产品吧让他们也能更开心、更愉快的过每一天参叔这个介绍写的太棒了很棒的内容。好，我们这个给猫刷，你如果这个可以帮那个猫的毛给它刷干净它是有蒸汽的，对对蒸汽对不对？可以那个有蒸汽的，对。然后这个是如果你懒得跟球玩，猫自己跟球玩它自己会发光，对而且自己滚动这好可爱，我没有养猫，不然我真的会买。还有狗，
这个是什么？球上面有狗的食物？吃的，它就不是锻炼牙齿嘛，像小孩一样锻炼牙齿，咀嚼的，咀嚼力这样子对，哎，不错耶。然后这个是让狗可以喝水的，你带狗出去玩的话，它遛喝水很狗的时方便候对，这个好，这个很好。底下呢，最底下那个也是给猫喝水，我觉得很好，像小喷泉一样。这个，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哎是的。然后这是给狗洗澡用的，里面把那个沐浴液啊放进去，它就变成泡泡了，然后直接刷就行了。对。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可以把狗爪印给留下来做纪念，对，可以印在手上，自己的手上。而且这个东西它是不会留在手上的，它是可以很好洗的，可以洗掉的。OK， 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那所以今天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大叔小站呢，除了多了书，除了马克杯跟书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些有意思的商品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去逛一下，不一定要买，去逛一下增加一下我们的流量，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3个人是倒着的？对，在监督你们有没有来逛那如果你们真的喜欢，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购买这些商品来支持我们或者你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商品或什么样的类别，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些商品我看了都很有购买的欲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建议啦我觉得对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沉浸式学习，就是呢到大叔小站去看一下对，可以把我写那些文字都 copy 下来好好学。以母语者的角度，对，以母语者的角度阐述那些介绍都写得非常地道，而且非常好，可以把它学起来好，然后这个我们不多说了情境学习当然我们是强调就是尽量利用生活化的主题跟情境来学习一门语言。对，灿叔怎么觉得？也差不多了，就像你说要一些场景嘛，说实话，对，你要融入场景，融入一些话题。其实最主要还是用了，主要是语言的本质就是拿来用，我是这样想。对，没错。然后情境学习这边也告诉各位同学，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环境，当然是建议多跟母语者交朋友、交谈、交流那这个情境学习，我觉得当然大家最常使用的方法也是看电视剧或者是现在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电玩也很玩游戏对，很多学生呢就是通过打电玩来学习中文，因为这个电玩里面有很多这个中文的情境，所以现在很多学生呢特别有呢，之前上过咱们这个直播的一个姑娘，一个英国的姑娘，她以前是游戏公司的，她就特别喜欢玩中文游戏，她最近甚至通过游戏制作了一些中文教学的视频放到 YouTube 上，这是很厉害了。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些电视剧或电玩了解一下比较难的地理、历史这些专门的知识，这个可能学习中文也是大家最脆弱、最不在行的一环，因为涉及到历史地理是真的很难的不过这个是大家需要去通过情境学习去加强自己中文的部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大概就是聊到这儿那我们呢不要做太多的广告就是说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心理学上的一些基本理论之后，看可不可以使用到你学习中文上面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学习中文不能太过火了，有的人每天学个7-8个小时，真的会造成一些记忆的负荷，这个时候不妨你就发呆散步或者去逛一下大叔小站，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好 OK， 那我们其实听听大叔播客我们也是闲聊了，就是你不用很认真的去学习，就听我们像老朋友和聊天一样那种感觉的话，也是很放松的。甚至我自己有时候无聊我可能在这边走走路运动一下，我自己都会听大叔中文的播客，因为我觉得我开车的时候我也听我觉得自己都笑了。对，我觉得就是
我们是母语者，不用再学中文了。但是就这个，听一听八卦或听一听闲聊的这种角度，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大家不要把学习中文当做一件太严肃的事情，把它当做乐趣或者是很轻松，听一听，聊一聊，我觉得就会让自己很有进步的空间哦。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同学。那别忘了去逛一下我们的大叔小站，有很多商品你们可能很感兴趣哦，不一定要购买，你们可以逛一逛我们选了哪些有意思的产品。好，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吧，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下周再见。